亲爱的大家，欢迎回到小王子的故事。如果还没有听过前3章的朋友们，我邀请你点击下方留言区的链接，去看看第1章，你看到的不是帽子；第2章，沙漠中的相遇；第3章，星球的秘密，讲述了小王子那句我住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小。而今晚的第4章呢，是整个故事的转折点。在这一章呢，我们会发现为什么飞行员要花费这么多的痛苦去记录一个小王子的故事，为什么一个失去的朋友会让他决定重新拿起笔。现在请做好准备，今晚的故事会触碰到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感动，关于遗忘，关于失去，以及为了不忘记一个人而做的努力。亲爱的你，请先找到一个舒服的位置，关掉周围所有的灯，除了身旁最温暖的光。让我们用一场特别的呼吸来进入飞行员的记忆世界。我们深吸一口气，想象你正在进入一个6年前的回忆，那是一个沙漠，那是一个王子，那是一个离别。慢慢的吐气，数着1、2、3、4、5、6、7，感受那份重量。我们再深吸一口气，再慢慢的吐气，让身体完全放松，让自己沉入故事。现在我们来为你讲述一个数字与灵魂的故事，一个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繁琐非常多的东西，却总是忘记最重要的事。飞行员终于得知了第2件极为重要的事，那就是小王子出生的行星几乎不比一间房子大。当飞行员听到这句话时，他的心中浮起了第一个念头是：这不令人惊讶。为什么？因为飞行员知道一个秘密，在那些人们已经赋予这些名字的行星外，比如说地球、木星、火星、金星等等的，还有成千上万颗的小行星。那它们小到什么程度呢？小到从望远镜里都很难望到。而这些小行星是什么呢？它们是被发现了，却被编号了星球。当一位天文学家发现了其中一颗，他不会给它取一个美丽的名字，他只会给它取一个编号，也就是一个号码。比如说行星325号，听起来是不是很冷冰冰呢？没有温度。就这样子，小王子来自别的行星，于是飞行员给他取了一个编号，叫 B612号。这颗行星呢，有一个悲伤的故事。在1909年呢，有一位土耳其天文学家看见了它，他非常兴奋，在国际天文学会上呢，提出了一篇很长很长的报告，详细的说明呢他的发现，但是没有人相信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衣服不够正式，他的外表不符合大人们心目中值得信赖的学者的样子。大人们不看你说了什么，他们只看你穿什么。他们不听你的话语，他们只看你的穿着。这就是成人世界的悲剧。然后发生了什么呢？
有一位土耳其的独裁者呢，看到了这个天文学家的遭遇。这位独裁者呢，非常的聪明，或者说非常现实。他强迫他的子民呢，都穿上了欧洲人的衣服，不穿就判处死刑。所以到了1920年呢，当那位天文学家再次提出他的报告时，这一次他穿得非常的华丽高贵，他的衣着呢符合了大人们的标准。结果呢，全世界都同意了他的发现。同样的星球，同样的发现，同样的报告，唯一改变的就只是外表这一件衣服。而就是这一件衣服，可以决定一个真理是否被相信，一个人是否被看见，一个星球是否存在。如果你感到什么叫做世界的荒谬，那是对的。请停下来，深吸一口气。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我们都穿着合适的衣服，说着合适的话语，但在内心深处丢失了自己。现在飞行员要做一个决定，他想要告诉你们小王子的故事，他想要告诉你们这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但飞行员面临着一个问题，他必须说出行星 B612 号这个号码。为什么呢？因为飞行员深深地了解一件事，大人们只相信数字。飞行员之所以如此详细地说行星 B612 号，并且告诉你它的号码和发现的年份，仍是出自于对大人们的妥协。这是飞行员的一种无奈，他知道如果不说出数字，大人们就不会相信他。这是飞行员对成人世界的语言的一种被迫学习。就像飞行员说的，大人们喜欢数数字。当你向大人们谈起一位新朋友时，他们从来不问他的声音听起来怎样，他喜欢玩什么游戏，他有什么兴趣爱好呢？不，他们就只会问说，他几岁了呢？他有几位兄弟？他的父亲有多少收入呢？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说，哦，那我现在相信你认识他了。这就是一个成人的世界，一个用数字来衡量价值，用数据来定义人的世界。假如你向大人说，我看到一间用玫瑰色红砖盖成的房子，窗里有盛开的葵，屋顶有鸽子在飞。大人们会听着听着，然后说，我无法想象，请你描述清楚一点。但假如你改成这样说，我看到一间价值10万法郎的房子，大人们会立刻的叫道，多么美啊，多么值得拥有啊。房子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你用来描述它的语言，改变的只是那个数字。当我们用数字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时，我们就失去了看见这个人灵魂的能力。房子没有改变，但因为加了法郎，整个世界就都改变了。现在，飞行员想向大人们证明，小王子是真实存在的。飞行员本来想要这么说，这位小王子存在的证明是他很可爱，他笑了，他想要一只绵羊。当一个人想要一只绵羊，就是他存在的证明。这些话多么美丽呀！一个人想要什么，就是他存在的证明。一个人的渴望，他的想法，他的感受，这才是证明他存在过最好的方式。但飞行员知道，大人们不会相信。大人们会听到这句话，然后耸耸肩说，你在说什么呢？你像个孩子一样。所以飞行员被迫改变了他的叙述方式。他说，他来自那个
行星叫做 B612。当飞行员说出这个号码时，大人们的态度立刻改变了。他们不再质疑，他们不再提出尖锐的问题，他们直接接纳。如果有号码，那就一定是真的。他们都这样回应。一个号码就足以取代一个灵魂，一个数字就足以取代一份感受。在这一刻，飞行员意识到了一个悲伤的真相。为了让大人们相信小王子的存在，他必须用大人们的言语去描述它。而大人们的语言就是数字、统计这些冰冷没有温度的东西。飞行员不得不放弃了一种叙述方式，那种充满诗意、充满想象、充满灵性的叙述方式，来换取被相信。这就是成长的代价。飞行员在这里做出了一个评论，他说，如果是那些真正了解人生的人，他们是轻视这些数字的。如果飞行员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愿，他本来是可以这样开始这个故事的。可以说，有一次，有一位小王子，他住在几乎不比他自己大的一颗行星上，而他需要一位朋友。对于那些真正了解人生的人，这样的叙述会显得更真实、更有灵魂、更直触人心。但飞行员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飞行员不想被人小看，他不想让人认为他是个讲神话故事、童话故事的人。他想要被相信、被尊重、被看作是一个说真话的人。所以飞行员妥协了，他用大人们的语言，他说出了那些数字。但妥协也带来了一个后果，它改变了整个故事的质地。一个充满魔法的故事变成了一个有编号的故事，一个关于灵魂的故事变成了一个行星的故事。我们为了被大人们相信付出了多少代价呢？我们为了被尊重放弃了多少自己？现在来到了故事最让人心碎的部分。飞行员说，他的朋友带着那只绵羊离去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那是多久的时间啊？那是一个足以让一个孩子长大的时间，那是一个足够一个人改变的时间，也是一个足够我们遗忘的时间。但飞行员没有遗忘，飞行员在沙漠中尝试着用笔和画来描写小王子。他买了一盒颜料和几支铅笔，在他这个年纪再开始画画，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对于一个人在6岁时只画过一只可看到内部和一只看不到内部的蟒蛇，从此以后呢，他就没有画过其他幅画的人。看到这边，你明白了吗？飞行员就是那个6岁的小男孩，那个被大人们打碎梦想的小男孩。如今60多岁了，他重新拿起笔，为了不是自己，而是为了一个朋友，为了不忘记小王子。飞行员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飞行员说，他付出不少痛苦的代价来叙述这些回忆。为什么要付出痛苦呢？因为忘记一个朋友是伤心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朋友。飞行员害怕遗忘，他害怕有一天他会完全的忘记小王子的样子，他的笑声，他的笑容。他害怕这段记忆会从他的生命里完全消失，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画下来。但飞行员还是有一些苦恼，他说他将尽可能画一些很像的肖像，不过呢，他不敢确定自己会不会成功。也许这一张可以，另一张就不像了。他在尺寸大小上会弄错，
他对衣服的颜色也犹豫了好久，于是他试试看这样，试试看那样，有好有坏。他很有可能把一些很重要的细节弄错了，但飞行员补充道，这些他该被原谅。为什么要被原谅呢？因为小王子从来不给他解释。小王子相信飞行员跟他一样，能看懂那些只言片语。有时候爱一个人就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完美，我们只需要尽力，我们只需要试着去记住。完美的肖像不如真挚的尝试。一个出了错却充满爱的画作，比一个精确却冷漠的复制品更真实。故事的最后，飞行员说出了一个伤心的话。他说，不幸的是，我现在也不懂得怎么从箱子外面去窥看里面的绵羊了。大家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还记得在第3章的故事里，飞行员给小男孩画了一个箱子，说羊就在里面。小王子看不到羊，却能从箱子外面看见里面睡着的羊，那就是一种想象力，是孩童才会有的看不见却相信的能力。现在飞行员说，他失去了这种能力，或许有些像大人们了。飞行员在这里进行了一场自我审视，他意识到自己正在变得像大人一样，他开始用理性、用数据、用逻辑去理解这个世界，他正在失去那份最初的想象力。最后，飞行员做出了一个结论，飞行员想，他应该也是老了。这不是说飞行员的年纪，而是在说他的灵魂正在老去，他正在慢慢变成一个真正的大人。当我们无法从箱子看见里面的绵羊时，我们就真的老了。不是年纪的老，而是灵魂的老。而最悲伤的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变老。亲爱的你，现在明白了吗？飞行员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痛苦的代价去记录一个故事呢？因为他害怕遗忘，因为遗忘意味着死亡，因为一个朋友即便离开了，也应该被记住。而且飞行员知道，大人们只相信数字，所以他在故事前面加上了 B612 的星球，还有1909年、1920年这些数据。但这不是故事的全部，故事的全部呢，是在那些数字后面。故事的灵魂是一个小男孩说，请给我画一只羊，是他不愿意绑住羊，而他说，我住的地方非常非常小。故事的全部是有人为了不忘记另一个人而重新拿起笔，就像飞行员一样。我在讲这个故事给你，因为我怕你遗忘，因为我害怕这些关于灵魂、关于想象力、关于爱的世界在你身上会完全消失。我希望你记住，你曾经是那个可以从箱子外面看见羊的人，你曾有过那份力量，而那份力量永远不会离开你。亲爱的朋友，这一章即将结束了，但在这个结束之前，我想对你说，也许现在感到了疲惫、失落，一种无法言喻的悲伤，因为这个世界，这个故事触碰了你最心里软弱的地方，那些关于失去、遗忘、关于灵魂老去的地方。但我想告诉你，你还有时间，在这个即将进入梦乡的时刻，你可以选择从箱子外面看见的人，
你也可以选择不被数字完全捆绑的人，你也可以选择为了不忘记某人而拿起笔。最后，让我们用深呼吸来完成这个故事。深深吸一口气，吸入那份不遗忘而做的努力，慢慢吐气，释放所有的遗憾。再深吸一口气，慢慢的吐气，让自己沉入最温暖的夜晚。当你即将入眠时，我想留给你最后的几句话。6年，飞行员花了6年来记住，而你呢？在你的生命里，有没有值得花6年去记住的人？如果有，那么请不要遗忘，拿起你的笔，用任何方式画画、写字、说话、思考，来记住他们。因为忘记一位朋友是伤心的，而你正在做着全世界上最勇敢的事。愿你的梦里看见飞行员那盒颜料，愿你在梦里那些不完美却充满爱的小象。愿你记得，你永远可以从箱子外面看得见羊，你的灵魂并没有真正的老去。记住这一章教导我们的：没有数字，只有爱；没有编号，只有回忆；没有完美的肖像，只有真挚的心。让我们带着这些话进入梦乡。大人们不看你说了什么，他们只看你穿了什么。当我们用数字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时，我们就失去了看见这个灵魂的能力。这位小王子存在的证明是他很可爱，他笑了，他想要一只绵羊。忘记一位朋友是伤心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朋友。完美的肖像不如真挚的尝试。一个出了错却充满爱的画作，比一个精确却冷漠的复制品更真实。当我们无法从箱子外面看到里面的羊时，我们就真的老了，不是年纪的老，而是灵魂的老。6年，飞行员花了6年来记住，而你呢？有没有曾经值得花6年去记住的人出现在你生命中呢？这些都可以让大家慢慢的思考。那今晚的故事就到这边咯。如果你期待下一章的故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我们下次见。